快過年了，好多朋友都来問我要蛋卷食譜。其實很多配方剛出爐，又香又脆，蛋一過夜就容易受潮變軟，送禮要是已經回軟就尷尬了。肥丁不愛用添加物，其實只要在食材上多花點心思，就能做出放好幾天都一樣酥脆的蛋卷。想學的話，記得先訂閱我，點個讚，再收藏起來，以後隨時都能回來看。這個食譜我之前只收錄在自己的料理書裡，今年我一口氣做了6種顏色，全部用天然食材調色，完全沒加人工色素，是不是超好看？先來揭曉我的秘密武器——脫水奶油。它是把无盐奶油加熱分離，去掉水分和乳糖、蛋白質这些非脂肪乳固体，只留下纯净的乳汁。用它做蛋卷有3大好處：第一，脂肪含量接近100%，讓面糊在烘烤的時候融合得更均勻，成品更細緻酥脆；第二，因為水分和乳固体被去掉了，熔點能高達攝氏250度左右，比一般黃油約175攝氏度穩定得多。高溫煎烤不容易焦，也不會有苦味。第三，沒有水分和雜質，不僅提升酥脆度，讓蛋卷不容易受潮，更耐放，放幾天都還是脆的。我有一個視頻詳細示範怎麼自制脫水奶油，有興趣的寶寶可以去主頁搜一下。如果不想自己做，也買得到现成的。无盐奶油和脫水奶油室溫軟化，輕壓流指印即可。最容易乳化與糖粉一起攪打，包覆空氣。若忘記提前軟化，切薄片可加快回溫。雞蛋也要提前從冰箱拿出來，放室溫約30分鐘，讓它退冰回溫。打散後，我會多做一步，用細網篩過濾一次，讓蛋液更順滑，也更容易跟奶油融合。糖粉一定要過篩，而且記得在要用的那一刻才篩，太早筛好，空氣中的濕氣會讓它又結塊，等於白忙一場了。製作面糊的時候，室溫不能太高。我家裡現在攝氏22到23度剛剛好，如果天氣太熱，建議在有空調的房間裡操作，避免奶油過快融化影響乳化。把已經回溫軟化的无鹽奶油和脫水奶油混合糖粉，用電動打蛋器以中速攪打，直到糖粉完全融入奶油裡，整體顏色變淺，質地濃稠，呈現微微發脹的狀態。接着把蛋液分4到5次慢慢加入奶油糊中，注意了，這個步驟最容易翻車，千萬別再用電動打蛋器，因為蛋黃裡的卵磷脂本身就是天然乳化劑，太用力或太快攪拌反而會引入太多空氣，導致油水分離。每次加完蛋液，等面糊完全吸收再加下一次。當蛋液加了大約1/4，開始篩入面粉。面粉也依照蛋液的添加次數分批加入，邊加邊用刮刀以 Z 字形或翻拌的方式輕柔混合，同時用刮刀輕壓面糊，幫助油脂重新均勻分散。完成的面糊應該略稠，不容易滴落。控溫是關鍵，若中途面糊油水分離變得粗糙，將攪拌盆放在約40攝氏度溫水浴上靜置片刻，讓奶油微溶，油脂便能重新乳化變柔滑。再用翻拌方式輕柔混合，續加剩餘蛋液和面粉。一旦分離過，後續的動作更要格外輕柔，否則很容易再次分離。蛋卷的酥脆來自油脂被穩定的鎖住，烘烤的時候才會形成均勻脆皮。如果油脂沒包好，就很難達到入口即碎的口感了。面糊完成之後，先稱一下總重量，再平均分成6等份，每份加入不同顏色的天然蔬菜粉。你會發現我的配方裡每種顏色用的低筋面粉量都不太一樣，這是因為不同蔬菜粉跟面糊混合後，乳化狀態和吸水性都不同，所以我會預留一部分低粉，在調完色之後再視情況調整面糊的稠度。所有蔬菜粉加入面糊之前都要用细网筛过滤一次。红色我覺得仙人掌果粉的效果最好，但是它很容易讓面糊油水分離，所以調色後通常要補一點面粉來穩定結構。顏色調好之後，要立刻裝進裱花袋，
馬上使用，千萬不要放太久。像我一次做6种顏色，装好的面糊就先放回冰箱冷藏，保持面糊穩定，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就好。橙色是仙人掌果粉搭配南瓜粉，色泽温暖又稳定。南瓜粉的淀粉质对面糊結構幫助很大，加了之後質地很穩，就不需要再額外加低粉了。雖然我們直覺覺得蛋卷就該是黃的，但其實原味蛋卷面糊本身烤出來是淺米白色，並不會呈現鮮明的黃色，所以我加入了南瓜粉，蛋卷呈現討喜又明亮的金黃色，帶有一點淡淡的甜香，不搶味卻能襯托蛋奶香氣，吃起來更有層次感。斑斕粉加熱後確實能保持鮮亮的綠色，但單用帶苦，而純用菠菜粉又會有明顯的草腥味。我把兩者搭配，再加一點南瓜粉托底，不僅中和了味道，還讓色澤更飽和、更翠綠，清新亮眼，隱隱透出淡淡的斑斕香氣。藍色要調得好看又沒怪味，難度是最高的。我用藻藍蛋白，它跟仙人掌果粉一樣，比較容易影響乳化，所以搭配蝶豆花粉一起用來固色。調好後也得補點麵粉。紫色用紫薯粉，但加熱後彩度不夠鮮明，加一點仙人掌果粉就能讓顏色更亮眼。最後加點麵粉，讓面糊結構更穩定。調好顏色的面糊可以密封冷藏，想做蛋卷的時候隨時取出，方便又靈活。家庭做蛋卷可以用電華夫機或平底鍋，但如果想一次做上百根，尤其新手，我強烈推薦用電華夫機，效率高，溫度穩定，成品一致。使用前先把機器預熱，用溫度槍實測磨面約攝氏150到160度，不需要塗油。我的配方脂肪比例經過調整，就算在160度也不會燒焦，但切記不要超過170度，否則容易烤過頭。在加熱好的模具上繞圈擠入適量面糊，核調烘烤約40到50秒。由於電華夫機上下膜縫隙比較大，戴上隔熱手套，在機頂重壓，把面糊壓得更薄。這個時候會聽到明顯的吱吱聲，並冒出大量蒸汽，代表面糊正在快速脫水。蛋卷一定要燙熟才能卷。該怎麼判斷蛋卷是不是熟了呢？烤熟的蛋卷顏色會比剛擠入時略淺一些。如果發現蛋卷有些地方顏色偏淺，有些則略深，代表受熱不均，用筷子把整片蛋卷180度換個方向，不用翻面，再合蓋多烤約10秒。靠近電華夫機接口的位置，因為夾得不夠緊，往往比較難熟透，讓未熟的部分補烤到位。蛋卷成品通常只有1到2毫米厚。蛋卷面糊裡的水分主要來自雞蛋、黃油和微量乳清，在高溫下會急速氣化，水分幾乎能在30到40秒內完全蒸發。當面糊一接觸高溫金屬，外層會立刻凝固成一層薄殼，雙面同步烤熟，形成多孔、輕盈又一碰就碎的酥脆結構，這正是酥到碎地的物理基礎。實際烘烤時間會因機型功率、面糊狀態和機器溫度而異，不同品牌差異不小。建議第一次試做1-2片，邊做邊記錄溫度與時間，多試幾次，很快就能掌握最適合你家機器的完美參數了。蛋卷剛出爐的時候柔軟有韌性，正是捲起來的最佳時機。一旦放太久，變涼變脆，一捲就斷。用一隻前端圓形的木筷子，把2隻筷子顛倒並在一起，從蛋卷一端挑起，迅速向前捲緊，在收尾處壓住2到3秒定型。放在網架上冷卻，握住筷子粗的一端，輕輕向兩邊抽出即可。等完全冷卻後，蛋卷自然會變得鬆脆又挺直。把烤盤上的油擦乾淨，重新測溫，就能接着烤下一根蛋卷了。順便給大家對比一下不同溫度的結果。攝氏140度，溫度太低，
水分沒蒸發完就捲了，冷卻後軟塌不脆，攝氏150到160度剛剛好，顏色鮮亮如調色時一樣，酥到掉渣。攝氏170度烤過了，蕾絲邊烤焦變色有苦味。200攝氏度溫度太高，整塊烤焦不能吃了，水分蒸發太快，一打開就硬的捲不起來。如果用平底鍋做蛋卷，我會預備2個，上下同時加熱，模擬電滑腹肌的雙面烘烤效果。理想情況是2台電爐同品牌同功率，這樣火力和升溫速度一致。我家爐具品牌不一樣，加熱速度和火力輸出有差異，大大增加制作難度。蛋卷受热不均，不是上面太燙，就是下面不夠熱，因為鍋面直接接觸空氣，散熱快，蛋卷冷卻速度比電滑腹肌更快，常常還沒來得及卷，邊緣就已經變硬斷裂。對新手來說，平底鍋其實更考功夫，火候控溫、翻面和捲制時機都得拿捏精準。初學寶宝很容易烤焦或捲裂，通常要試好幾次才能掌握節奏。優點是能做出極薄、一碰就碎的脆皮蛋卷，口感格外輕盈酥鬆。電滑腹肌上下同時受熱，溫度穩定，操作簡單，效率高，成品一致性也強。不過因為模具间隙固定，做出来的蛋卷通常会稍厚一點，口感偏炸時酥香。細節決定成敗，只要掌握好4個關鍵：備料溫度、面糊狀態、烘烤溫度、捲制時機，不論用哪種工具，都能做到酥到掉渣的手工蛋卷。祝寶寶們一卷成功，我們下回見。